男人本打算到更衣室偷衣服去完成任务，可不料他刚拿了一件海军的衣服，就突然察觉门外有人走了过来。意识到不对劲的他立刻抽出皮带，并躲在了门后面。果然，下一秒房门就被人缓缓地推开了。男人见状，赶紧握紧手中的皮带。等对方走进来的一瞬间，他果断出手勒住了对方，却没想到女人竟早有准备，不仅很快就挣脱了皮带的束缚，而且还掏出了手术刀开始反击。可明台毕竟也是经过训练的特务，所以不仅轻松地躲过了手术刀的攻击，而且还顺势用皮带锁住了女人的手，甚至还将手术刀对准了女人。可当女人口罩滑落的一瞬间，明台却直接就傻眼了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想问你的，晚上都有你。这话应该我说。明台明知再继续问下去也得不到答案，于是便打算以要换衣服为由让程景云出去。可不料程景云却又问他换海军服要干什么。明台见状，本打算说这是机密无可奉告，却没想到程景云竟直接准备开门喊人，吓得明台立刻就拉住了他，因为他今天的任务是混进日本领事馆。我就知道。不会你也要去吧？我说了，行。明台眼看程景云既不肯说出他们的任务，又不肯出去让自己换衣服，于是无奈的他也只好拿出了杀手锏，居然当着程景云的面就脱起了裤子。等程景云不好意思的走出去后，明台便立刻换上衣服来到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。他先是来到大厅熟悉了领事馆的平面图，然后为了保证自己绝对的安全，他又以需要办签证为由，找里面的工作人员拿了一摞资料，紧接着便拿着资料以上厕所为由，故意在领事馆打量了起来。很快他就来到了档案室门口，并确定了要找的战力部署图就在里面的保险柜后，便打算回去制定晚上的行动方案。可不料他这异常的举动却还是引起了一名特务的注意，于是二话不说就直接跟了上去。好在明台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，随即便拿出手术刀躲在转角处。而就在他准备跟对方殊死一搏的时候，不料这时突然一名日本人叫住了特务。李先生，你的文件签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马上来。眼看对方去取文件，明台也以为自己终于逃过了一劫。可不料他刚走出日本领事馆，那名特务竟又跟了上来。于是明台故意走到了一个路口，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迅速脱离了他的视线。等特务急忙追上来后，他便用竹筐套住了对方的头部，暴打一顿之后就快速离开。却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巡逻的警察发现，不仅立刻将男人扶了起来，而且还吹响了口哨。很快明台就发现特务居然又跟了上来，于是无奈的他也只好拐进了酒店，然后顺手拿了衣架上的一套西服，换上衣服后便直接朝发布会现场走去。因为他们明家今天刚好在这里举办产品发布会。而另一边，由于特务并没有权利对酒店进行搜查，于是便立刻将情报处的汪曼春给请了过来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名正言顺在这里抓捕可疑的人。可他们找遍了整个酒店，都没有发现穿海军制服的人。同时汪曼春发现明家也在这里举办发布会，看在明楼的面子上，他并没有阻止发布会的进行，不过他却在门口开始了逐一排查。而明楼见状便立刻就意识到明台在行动的时候肯定被人发现了把柄，于是等发布会结束后，他便让阿成故意去关心那个特务。李秘书，你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，不是特务。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，不要自己强出头。完事了之后赶紧去看看医生吧，明天不用上班。谢谢明先生。就这样，在阿成的掩护下，明台很轻松就逃出了汪曼春的包围。而另一边，由于特务并没有看清明台的正脸，不仅没有帮汪曼春抓到任何有嫌疑的人，而且还暴露了他是日本人的身份。虽然汪曼春明知他是特高科的人，但现在的他却想将他收入麾下，因为一个暴露身份的特工已经在无用武之处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只向我一个人汇报你的监视记录。明楼和阿成一定会防范你，但只要他们没有开除你，你也还算是有价值。